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魏氏臣弟，幸妃温顺，包藏祸心，赐鸩酒，训先帝，以权臣节，钦此。本宫是先帝亲封的贵妃，更有从龙之功，这必是假诏。怎么会呢，姐姐？这是本宫向陛下求的恩典，追随先帝，附于九泉之下。什么？该殉葬的人明明是你！魏晨璧，你死到临头，却还蠢笨如我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凌迟鼓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你外祖父今天被凌迟了多少刀吧？好像是370多刀呢。他咽气之前还在求我放过你呀。魏晨璧，你还敢放肆！陛下，还要谋害您的皇嗣呀！果然最毒妇人心，还要多亏爱妃献策，让这蠢妇替朕担下了弑兄之罪。爱妃，谢元璋，你居然将先帝的妃子纳上你的龙床，还让她怀了你的孽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辅佐新帝光耀门楣的功臣魏晨璧，而你就是那个追随先帝殉葬的妃子魏兰英。你们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外祖父今天被凌迟了多少刀吧？好像是370多刀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辅佐新帝光耀门楣的功臣魏晨璧，而你就是那个追随先帝殉葬的妃子魏兰英。眼熟吗？这个可是用你母亲的面皮做的。等我的皇子降生，这个就是他的生辰礼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就算你怕我进宫后得宠，会影响你在家中的地位，当年要顶替你也不能下此毒手啊！难道我重生了？不过，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？我知道你也重生了。你说实话，除了三皇子，背后之人还有谁？我死也不会告诉你。放心，我会让你好好活着，顶着这张脸日日看着，看着我是如何把你的主子们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祭天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，我
以秀女的身份进了宫，就要遵守宫里的规矩。上一世，我赌上满人性命辅佐三皇子，换来的却是满人抄斩。这一回，倒不如换个路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是淮阳公主谢韶华，她乃是宫女所生，出生时承父母，却因身份低贱，早早被送去与北狄和亲。后来北狄人想要侵犯大夏边境，是她拼死传回密信，10万百姓才得以逃生。这条命能换边境百姓平安，值了。人归雁门，白露将至，谢韶华因受宫中下人欺辱，被推进池塘，而后半夜高烧不退，只有耳屎。你敢偷御膳房的东西？你们已经半个月没有往我宫中送吃食了。偷了就是偷了，还敢狡辩？不愧是贱婢生的野种，今天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给我追！给我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谁？懂不懂宫中的规矩？规矩，我今日就教教你，什么叫规矩。按照大夏律例，辱骂皇嗣者割舌，以下犯上者杖毙，谋害公主者诛9族。你倒是说说，该以哪一条处置你？公主殿下，您说这些奴才该如何处置？本王不知，这秀女都能随意惩罚宫中的人了。殿下，救命！他要打死奴才！还要多亏爱妃献策，才能让这蠢妇替朕担下弑兄之罪。臣女见过三皇子殿下，我只是在教他们些规矩。主子面前，岂容奴才放肆？哦，那依你看，这个贱婢生的玩意儿，也算主子？殿下慎言，韶华公主的玉蝶尚在宗人府，封号也是陛下亲赐，难道您是在质疑圣意吗？大胆！竟敢顶撞三皇子！闭嘴！你是秀女，本王想，父皇的龙榻上应该不需要你这种牙尖嘴利之人。调她去淮阳公主身边，做最低等的洒扫宫女，给这野种当条好狗。殿下放心，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。公主殿下，擦擦吧。你是谁？臣女是户部尚书之女，魏晨璧。三皇子是除了太子之外，父皇最看重的人。你哪来的胆子，敢触他的眉头？那公主可知，为何陛下那么看重三皇子，却又不给他实权？三皇子乃萧贵妃所生，萧家手握兵权。若是陛下再给三皇子实权，他们怕是要反了。
你有这等见识，不应该留在我宫中。我去求他，让他恢复你秀女身份。别！这是与你无关。你为何不反抗？反抗？哼！这出是12岁那年为护下我母亲的祭品，不小心推倒了谢云枕，萧贵妃就用烧红的炭块亲手烙下了这印。就连你，不也是被他随意处置吗？你告诉我，反抗有什么用？叫陈岩过来见本王。是。韶华，我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想你了，就来看看。他们又欺负你了。我真恨不得替你受这些苦。陈岩，你带我走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宫中局势复杂，我还有些事要做。你等我攒够银子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。啊，韶华，你知道我为了见你冒了多大风险吗？不见你的这些日子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。你别这样。你如果真的爱我，就不会拒绝我的。何况，我们迟早是夫妻，早些晚些，又有什么区别？难道你觉得我只是宫中侍卫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？陈岩，你所谓的爱，就是让我在深渊里等你，然后用身子来证明我的真心。装什么清高？一个贱婢生的野种罢了。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你滚开！真当自己是金枝玉叶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玩意儿还挺沉。别碰我！谢韶华，看着我，你不需要用他们的错惩罚自己。从今天起，每当你觉得自己撑不下去，就遥想他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遥想他，无论多远，我都会赶过来。去向全世间，谁许下有情人都如烟。哭完我们重新开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看这人怎么回事？他笑什么样啊？是不是太丧？这光着腚躺在地上的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我是淫贼。我不是淫贼。不要脸，原来是个淫贼啊！你们是谁？有名花谢元。哎呀，
这背上写着“欺辱女子”，这是阿杂玩意儿。就是，你看一看，我说了就不要脸，滚开！他太不要脸了，砸死他！不要脸！我是护卫，公主的护卫，不要砸了！伤风败俗。韶华，亲手对付欺辱过自己的人，感觉如何？这姐妹们，砸他！可惜了，早知道呀，我应该写阉人候选。叫你欺负人！走吧。砸死他！砸死他！快砸死他！砸死他！小女魏兰英，以后定当全力辅佐殿下。殿下，本王身边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收留。3日后使臣来访，届时臣女定会让殿下看到我的能力。希望你不会让本王失望。是。魏晨璧，这一世我一定比你先得到谢云战的心。魏兰英果然去找谢云战结盟了。北狄使臣觐见。皇帝陛下，外臣奉我王之命，特来进贡国中珍宝，愿两国永结同行。使臣有心了。陛下且慢，此中最珍贵的一物，需解一道谜题方可开启。大夏人才济济，想必难不倒贵国英杰。陛下，臣女愿一试。父皇，此乃儿臣幕僚，虽为女子，却精通机关之术。朕竟不知，三郎府中竟藏着一位女诸葛。好，那就试一试。哎呀，解开了，打开了！哎呀，真是厉害！陛下，臣女解开了。厉害厉害！姑娘聪慧，但这才刚开始。此玄铁盒设置9层机关，姑娘破解的只是最简单的一道。不可能，前世明明只有1道锁。啊，有9层机关，这居然只是最简单的一层。后面还更有何人才能破这么简单？解不开，那你就退下，别在殿前丢人现眼。可惜啊，锁心已毁，这珍宝怕是永远也取不出来了。锁心已毁。哎呀，是啊，太难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珍宝就取不出来了。都说大夏人才济济，哼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
连一个9重机关盒都无法解开，还说什么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？哎呀！他这不是又闹我们吗？使臣之言，未免也……父皇，儿臣知道如何解。这谁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就是宫女生的那位。韶华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还由不得你胡闹。皇妹莫逞一时之勇，若解不开，丢的可是大夏的颜面。公主这勇气可嘉，但这9重玄机，纵使我敌国最精通术数的学士，也得用3年5年的时间才能解开。你确定要试试？韶华，退下，休要胡闹。若儿臣解不开，儿臣甘愿领罚，绝不食言。好，朕就准你一试。这位公主当真能解开吗？如何能解开呀？哎呀，怎么把盒子给摔了？怎么能摔了呢？这是我的至宝，你竟敢！陛下，谢韶华殿前失仪，当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父皇，请听儿臣一言。使臣只说要解开此锁，并未规定用何种办法。且儿臣确实打开了，不是吗？强词夺理，你这分明是狡辩！来使大人，请问您所谓的珍宝藏在何处？这盒中又为何空无一物？怎么是空的？这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是个空使臣死盒子呀？就是要看大夏出丑，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珍宝。难道献上这空盒是来辱我大夏？这是羞辱我大夏！欺人太甚，怎么能如此呢？好你个北狄使臣，献上空盒，辱我大夏！陛下息怒，微臣万万不敢呐！大夏国威赫赫，我北狄焉敢有不敬之心呐？不敢！你北狄这些年劫掠大夏边境，3州12镇，屠戮边民无数。现在你献上空盒，羞辱于朕！你当我大夏的利剑真的不利了吗？陛下明鉴，这些都是边境流匪所为。北狄愿意交回边境武士之权，朕献1万匹良马赔税。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。来使大人是觉得我父皇的怒火，这点就可以平息？是，外臣再送3万匹。韶华，你是如何笃定这盒中并无珍宝？父皇，北狄王庭3代劫掠我边关，他们岂会突然献宝？而且，这盒子上的狼毒花图腾，在他们习俗里是猎物入瓮的意思。北狄若真愿献出珍宝，那才是该连夜点烽火的警讯。朕竟不知韶华能有如此眼界。父皇明鉴，儿臣愚钝，能有此番见解，全靠宫中女师教导。哦，那朕倒要看看
是何等奇女子，能教出如此剑士？此人何在？臣女魏晨璧拜见陛下。你就是那女尸？这边关之事乃是机密，你区区闺阁女子，又是如何得知的？回陛下，臣女外祖一族以骨血守雁门，臣女幼时常伴祖父灯下，北狄之祸，将士之血，早已烙入骨髓。臣女虽为女子，却早已将护我大夏山河视为己命。好一个将大夏山河视为己命！朕的江山正需你这般赤子之心。赐淮阳公主南海明珠石斛，蜀锦白匹一张其中，即日起迈入寿康宫。至于魏氏女，封3品昭文女官，掌翰林院典籍。谢陛下隆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本宫倒是小瞧你，不过这样的手段，我不信，就凭你能想得到。不然我背后还有其他人吗？韶华今日这头钗真是剔透，只当心野雀栖凤巢，风大了怕摔碎骨头呢。贵妃娘娘教训的是，只不过凤凰该有的，不正是那浴火重生的本事吗？这深宫中的火焚起来，可是向来不留灰烬的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后背全是冷汗，我都怕我再说一句，声音都会发颤。可我看你连指尖都没有抖，谢韶华，你比你自己想象的强得多。我以为你叫我报复人的办法是以暴制暴，上兵伐谋。如今你得到了皇上的赏赐，那些人再想欺负你都得憋着。至于那些曾经欺辱过你的人，现下他们随你处置。他们听了萧贵妃的授意罢。不过，为何萧贵妃独独对你如此刻薄？母妃何必动怒？卑贱之物，不值得您气坏了身子。要不是那个贱婢的娘亲，借着在本宫身边伺候的机会爬上龙床，这野种也配用这种眼神看本宫。萧贵妃恨我，是因为当时我娘是她的贴身侍女。那年皇帝醉酒去她宫中，她偏巧去拜见皇后。不要！明明是皇帝醉酒强占了我娘，所有人都说是我娘蓄意勾引。不是的，脏的是用强的人，是泼脏水的人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史书从来都是赢家写的。你要继续当发抖的落难者，还是执笔改写史书的人？师父，我要为我娘证明，让那些人，让他们跪着把真相舔干净。跪下！
本宫养你这么多年，竟让个野种踩着本宫的脸面，得了陛下的垂怜。是儿臣无能。娘娘，臣女有一计，愿为娘娘分忧。你，哼，连个破盒子都打不开，能有什么妙计？上一世，华阳公主被送去和亲，最终在边界惨死。娘娘，既然宫里容不下这个脏东西，何不送她去北狄和亲？和亲？北狄王帐的规矩，新王继位，要继承先王的所有女人。若老可汗死后，他的儿子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公主。你这话倒提醒了本宫。哎呀，本宫都没注意，怎么让吾儿跪到瓷片上了？疼不疼啊？儿臣不疼。娘一直知道你最是乖巧懂事。娘想到一个计策，既能让你为你父皇分忧，也能帮娘解了心头之辱。母妃让儿臣做什么？本宫需要你去见见那位使臣。使臣？公主，不好了！那外臣先与陛下3座城池，求娶大夏公主。是魏兰英在背后搞鬼，和亲的时间提前了。如今宫中就只剩你和萧贵妃所生的御侧2位公主，萧贵妃断不可能让她去和亲。此举为谁而来，显而易见。北狄以3座重城为聘，父皇不可能不要。我怕是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别慌，你有办法了。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陛下为何蹙眉？可是那北狄使臣又生事端。北狄以3座城池为聘，想要求娶大夏的公主。这几城，臣妾听说向来是富庶之地，只是不知陛下想让哪位公主和亲。唉，韶华能为陛下分忧，是那孩子的福分。只是他才刚在百官面前立了功，若立刻送去和亲，那些酸儒又要说陛下鸟尽弓藏呢。唉，朕烦的就是这个。臣妾倒是有个主意。哦，若公主自己求嫁，既可堵住朝臣的悠悠之口，又能得到经济重惩。可是韶华她能同意吗？陛下若信得过臣妾，不如将出嫁一应事宜交给臣妾。臣妾保证，韶华公主自愿和亲。臣妾再斗胆为韶华公主的生母求个追封。当年之事，你不胜朕的气啊！这后宫中的女人，皆是陛下的女人，臣妾何来生气一说呀？这后宫之中啊，只有你最懂朕。这和亲的事宜，朕交由你去办。陛下，陛下，魏氏女臣婢宫门外求见。朕没空见闲杂人等，让他出去。奴才说了，可他说，若是见不到陛下，就跪死在丹池上。一个贱婢之女，也配惊动圣驾，还不拖下去？就按贵妃说的办。臣女为臣婢，有关2国和亲要事禀报。
说有和亲要事禀报。臣女听闻，北狄欲求娶公主，不知陛下是否主意韶华公主？若陛下执意要韶华公主和亲，臣女愿意性命见阻。放肆！和亲大事岂容你智慧？还不退下去！臣女冒死谏言，全因事关国体。朕准你说完，你最后真有惊天之语。上月，臣女和公主同驸马求会，暴雨忽至，更衣时惊见公主身上全是炭烙的旧伤。炭烙的旧伤？北狄王帐夜深时，若发现公主身上深可见骨的鞭伤、溃烂未愈的烙痕，他们会相信这是大夏爱中的公主，怕是送了个奴婢过去。这分明是在羞辱他们。届时，不仅盟约要作废，那些蛮夷最重颜面，他们必会挥师南下，用大夏百姓的血洗刷他们的耻辱。怕不是韶华公主为躲避和亲，故意自伤？回禀陛下，公主身上的伤，可请太医院的女官查验，是否是陈年旧伤，又如何现下自伤？韶华身上怎么会有炭烙的旧伤呢？那此事就要问问贵妃娘娘了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后宫之事，全凭娘娘做主。若不是娘娘授意，那下人就是再大胆，又怎敢伤公主？陛下，后宫事务繁杂，这些小事本宫怎会得知？还请陛下明鉴。好了，当务之急是要如何解决和亲事宜。这北狄3城不能不去，这和亲之事势在必行。既然韶华不宜嫁过去，那就只剩下预策了。陛下，预策才12岁啊，北狄苦寒，他如何受得住呀？陛下，方才不是说要替朕分忧吗？现下人如何不能了？你好像并不开心。魏晨璧，你说，这世间为何总要用女子的血肉来填权力的沟壑？你别忘了，你也是从刀剑里爬出来的。我恨小史将我踩进泥里，可若今日要笑着看另一个女子坠入火坑，那我与萧贵妃有什么不同？王权斗争必然会有牺牲。我知道，你就当我今日的这番话是一时感慨。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的预测怎么会被送去和亲？预测，我的预测，请娘娘息怒。息怒？你让本宫怎么息怒？本宫恨不得扒了你的皮！贵妃娘娘，这一切都是那个魏晨璧搞的鬼。对了，娘娘，你可知那魏晨璧的生母是谁？他能是谁？回娘娘，那魏晨璧的生母正是沈昭慈。沈昭慈。小茹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你真的是疯了！昭慈，昭慈，你千万要帮我保守秘密，
如果皇上知道了这事，不仅我们母子，就连我们萧家也必死无疑啊！你我情同姐妹，你一定会帮我保守秘密的，对不对？沈昭慈，10年前你就和我作对，现下你的女儿又来害我的预测，哼！好，本宫会让她不得好死。我的预测不能一个人，就让你成为他的侍婢，跟他过去吧。母亲，你从小教我草药之术，不知如今我这么做，对还是不对？殿下，北狄取消了和亲。为何？说是魏姑娘给陛下写了一封可治边关疫情的方子，北狄便取消了和亲。她现在在哪里啊？魏姑娘这几日一直在研究药方，没注意身子，病倒了。公主，公主殿下。你怎么在沐浴啊？姑娘，奴婢没来得及阻止公主殿下。没事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不在沐浴，还能在做什么？我听闻你写药方重名不起，特意来看你。既然是特意来看我的，又为何站在外面？我染了风寒，又讨厌喝那苦涩汤药，就只能来沐浴了。看来你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你来这儿就没什么别的想和我说？那好吧，我问你，你不是说王朝纷争必然会有牺牲，那又为什么要写那药方？为什么呢？想知道啊？嗯，那过来帮我沐饭。哦。你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吧？我之所以会写那药方，我当然是为了你呀。魏晨璧，你耍我！你等等！殿下问话，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有心人如春风含笑，比肩明月来相照。无需多言，我已知晓，情丝如墨，时光迢迢。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吧？我不是回答过了吗？为了你呀。魏晨璧，好啦，不闹你了。我之所以写那药方，
是因为你说的话。你说我们不应该让另一个女子跌入火坑，作为我们的垫脚石。我们被坚骨熬髓这么多年，不是为了把自己炼成新的毒药。师父，请你帮我，我要让这身上的伤痕成为碑文，从此上面刻的是女子，莲女子。魏兰英，这就是你说的能帮本王登上皇位之法。我竟然相信你，真有几分本事。殿下，恕罪。滚吧，王府不养闲人。既然你不顶用，本王决定娶魏晨璧为妃。不行啊，殿下，你不能娶魏晨璧啊！本王的决定你也敢智慧？殿下，那魏晨璧现在与淮安公主蛇鼠一窝，您就算娶她，她也不会真心待您的呀。真心？本王要她的真心做什么？等她生了本王的孩子，到时候不想帮也得帮。不行，我不能射。殿下，您当真以为陛下会准您娶她？你想说什么？魏晨璧如今是3品女官，若您强娶，心思昭然若揭。陛下最痛恨朝中结党营私之人，您猜他会不会疑心您娶的不是女人，而是皇位？你以为我不娶魏晨璧就会娶你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张脸，配吗？殿下，我不是要您娶我，相反，我可以帮你得到魏晨璧。就凭你？殿下别忘了，我是她妹妹，她有什么弱点，我最清楚。魏兰英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办不成，本王就把你扔进军营里，让那些士兵好好疼你。怎么，妹妹谋杀不成，改成下毒了？三皇子要娶你，他来让你当说客，他让我来劝你，若是你不肯，就让你喝下这杯毒酒。你知道我的医术师从我娘，这些下作手段根本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你来不只是为了说这些废话的吧？我来是和你做交易的。妹妹可知交易和威胁的区别？现在才算是交易。哼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万一成功了呢？魏兰英，我的耐心有限。哼，魏晨璧，我要你去见三皇子一面。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娘是因何而死吗？你可真是让本王好等啊！婚约一事，不知你是何考虑？三皇子殿下是真心想娶我？
那自然是真心。出去。是。我可不喜欢酒量比我还差的男人。来。殿下，到底是真心想娶我，还是想让我帮你出谋划策，笼络圣心，助你登上那至高之位？本王会给你无上荣宠，他日待本王成为皇上，你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国母。这听起来倒是很有诱惑力啊。不过三皇子既然能说服北狄进献3城，又怎会需要我一个女子的帮助呢？你怎么知道是本王？若是北狄想要和亲，早就提了，为何要等到离开时才说？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大夏中有人和他做了交易。太子不在宫中，能有这么大权力的人，就只有三皇子你了。可惜，你只猜对了一半。本王在其中也是一个棋子，这一切都是母妃的谋划。萧贵妃，看来我母亲和外祖父的死和萧贵妃脱不了关系。母妃大权在握，本王却沦为傀儡。然而，他就没想过再助本王更进一步。如果你与我联手，那何愁大事不成呢？殿下，想娶我，总要有些诚意吧？什么诚意？殿下可知沈昭慈？沈昭慈？本王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。谢云帐和我母亲并不相熟，上一世为何执意要杀我母家？我听母妃提起过。她说了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不重要。本王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那你你敢打我？殿下，有些人把你看得比眼珠子还重，可我瞧不上你一星半点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本王可是皇子。那又如何？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。至于谁笑到最后，我看还未可知。这杯酒，我是无福消受。夜深了，我告辞了。魏晨璧，你当这是哪儿？打了本王还能安然出去？来人！本王本来想温柔点，但现在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这就是你和魏兰英真正的交易。我帮他成为谢云战的人，他帮我断了谢云战的念想，这样不好吗？魏晨璧嘴上说着不要，但身体还挺诚实。魏晨璧，等我成了皇后，我今日所承受的一切都会加倍从你身上讨回来。魏晨璧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我更有用的人，能帮到你，你会嫁给他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知道你是心中有抱负，你等等我，总有一天我能帮得到你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我了，嫁给个有钱有势的人，的确是条捷径。可我这个人怪得很，我最讨厌别人施舍给我的东西，我想要的自然会去争。况且，你怎知你现在帮不了我？怎么是你？我昨夜闻到殿内有异象，便昏了过去。莫非是魏晨璧调的醉仙饮？好你个魏晨璧，竟敢算计本王！可这样的人，只要活着，就会不断攀附新的靠山。今日他能算计你，明日说不定就躺到太子的榻上去了。那就杀了他。魏兰英醒来以后，定会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你身上，你就不怕他煽动谢云战报复？我早晚是要与他交手的，这早一日晚一日有何分别？倒是你，书定要好好读。读是肯定要读的，可为何偏是医书呢？这宫里明枪易躲，暗毒难防。什么事惹殿下生这么大的气啊？还不是拜你那个好姐姐所赐。魏晨璧如今越发得意，连带着谢韶华那个野种也入了父皇的眼。他们俩每得一份圣宠，本王的路便窄了一寸。殿下息怒，不过是萤火之辉，怎堪与皓月争光？我们的机会就快要到了。机会？太子那个碍眼的就要回京了。本王要是再不能在父皇面前得脸，那这盘棋可就彻底抽了。妾身此来，的确有好消息禀报殿下。滚开！别碰本王！收起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你以为本王会同情你？你妾已有意越狱。殿下，小姐此番小产，
不足月余，伤及根本，恐难再有此丝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本王刚才正在气头上，是你不知进退，非要凑近。本王不过失手推搡，是你命薄，保不住这个孩子。罢了，你且好生休养吧。殿下，此情此景，说到底，都是拜魏晨璧那个贱人所赐。你想如何？妾身的孩子不能白白化作一滩污血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让开！你挡路的本事倒是比你那害人的手法娴熟呢。哼，急什么？妹妹近日新得了几面拨浪鼓，总觉得声音有些拙钝，这就想起了姐姐双母那面人皮鼓。据说要趁着人清醒的时候，将面皮生生剜下，那音色才清亮如莺啼呢。魏晨璧，你竟敢戕害皇嗣！殿下，你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他要谋害皇嗣！来人，给我打入诏狱，剐刑伺候。是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。魏兰英已经舍得用亲子骨血作曲。魏晨璧，你害死我腹中骨肉，罪该万死。今日就算将你千刀万剐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为了算计我，竟然连你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舍弃。死到临头还在这嘴硬！午夜梦回，你就不怕孩子来找你索命吗？让开！魏晨璧，当日你弃本王而选了谢韶华，你可曾后悔过？你也配和他比？好，很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执意找死，本王成全你。那个医官处理干净了吗？妾身都处理好了，就连尸体都喂了狗了。那送他最后一程的事，就交给你了。谢殿下成全。哼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跟我斗，你偏不听。不过你放心，看在姐妹的份上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住手！
给你的胆子，敢动他？你敢打我？本宫乃圣上金封的淮阳公主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打不了你了？我可是三皇子殿下的人，还未出阁就天天跟在他身边，自甘下贱，还敢自称三皇子的人，你不过就是个卑贱宫里生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本宫今天就来告诉你，何为尊卑。本宫为尊，你为卑。刚刚你就是用这只手打的他是吧？谢韶华，你大胆！殿下，没有用的东西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滚开！谢韶华，本王才是你的兄长，你今日非要跟本王作对吗？自始至终都是你要置我们于死地。好，那今日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扇门。淮阳公主擅闯天牢，勾结逆犯，给本王就地格杀！且慢！陛下口谕。三皇子谢云战，淮阳公主谢韶华即刻入宫面圣，不得有误。儿臣领旨。父皇，魏臣避那毒妇妒恨成狂，亲手将兰英推倒在地。您还未出世的皇孙，化作了一滩血水。陛下，请您明察，那日陈碧姐姐突然就对臣女发难，臣女腹中的龙翼还不足3月，她这分明就是要断了您的子孙呀！父皇，臣婢绝不会行此龌龊之事，分明是有人以骨血为饵，以摄取世间。公主，你慎言呀！您终究有一天也是要做母亲的。试问一下，这天底下哪个母亲舍得用自己的孩儿去陷害别人呀？寻常母亲自然是不会，可你魏兰英本就是狮子的恶鬼。公主未经生育之苦，又怎知这剜心之痛啊？我是不懂，但更不懂的是，一个刚小产的妇人，哪来这扼杀活人的力气？说。陛下，臣女也是一时悲愤，所以才会失手啊。既如此，请父皇宣太医当场验脉。验。回禀陛下，魏姑娘脉象沉涩瘀滞，确系小产之兆。苍天有眼，妾身的孩儿终可瞑目了。父皇，请您诛杀魏氏，以尽吾儿亡魂。你还有何辩？儿臣就问一句，
请问这腹中的胎儿落于何时？约1个月前。你可真准了！臣以性命担保，确已小产月余。父皇，请看。3日前，魏兰英与御花园小产，难道这腹中的胎儿是轮回转世的鬼胎？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将两人押入幽禁府中，无丈不得出。是你去请来的陛下口谕？是。公主殿下，起来吧，您都跪1天了。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敢冒死请旨。那日御花园的好戏，小翠都跑来告知我了。这不难想，魏兰英为何能那么精准地控制时间，在那时候让自己小产？除非她的孩子早就没了。还不算太笨，本来就很聪明。那李院判为何甘冒死之罪帮我们？我翻遍太医院都找不到疑案，直到我遇见了偷烧纸钱的李院判。他说自己的至交好友突然失踪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巧的是，他的挚友正是给魏兰英诊脉的女医官。原来是往日的因结今日的果，但今日你也太冒险了。若圣上的口谕再晚到1刻，你也会死在那里。我知道，可我更加知道，我若不去，他们一定会要了你的命。所以我只能躲。还好，还好我赶上了。竟又被他们摆了一道。没想到，那个贱婢生的野种，竟也玩起了心机了。殿下经此一遭，他们必会加倍防备。我们再想动手，怕难了。无妨，本王手里还捏着最后一颗棋。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，我还以为殿下把人家忘了呢。那怎么会呢？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，我恨不得天天挂在你身上。油嘴滑舌，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？你把父皇的印玺偷偷放到淮阳公主那女尸的房间，偷盗天子印玺，可是大逆不道之罪。这次我就不信他还能安然无恙。偷盗印玺，这可是抄家灭门之罪。就帮帮我嘛，您就好好疼疼我。既然他想送我一份礼，
我怎么也得给他回一份才是。云瞻，今日你在吏部的差事办得利落，朕心甚慰。这一杯，当赏你的勤勉。父皇说笑了，能为父皇分忧是儿臣之幸。陛下，这殿里酒气蒸腾，闷得妾头发昏，想去后院透透气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儿臣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父皇，这暑气酒气混在一处，儿臣失仪，得去醒醒神。去吧。皇上饶命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朕去更衣？哼！今日宴席压轴好戏就要开始了。殿下，轻点儿。讨厌。好你个逆子，还不滚下来！父皇饶命！父皇，您明鉴都是这个女人勾引在先，儿臣是无辜的。陛下，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三皇子闯入宫殿，非礼了臣妾。贱人，在父皇面前还敢攀咬！父皇，明明是他主动投怀送抱。父皇，您不能相信这个女人的话，儿臣可是您的亲儿子。许云长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相信你这么个东西，敢做不敢认的孬种！你都给朕闭嘴！陛下，你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当初花言巧语的让我哄骗陛下，让我事事顺着他的心意，心思可见一斑啊！朕的儿子，也容不得他人居于！父皇，不要！不要！父皇！父皇，怎么了？你也怕朕杀了你吗？太让朕失望了！你这法官，是当日册封你的时候，朕亲手为你戴上的。父皇，你可不能废了儿臣啊！儿臣自幼便由您教导。放肆！你想说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朕教你的吗？儿臣不敢。三皇子德行有亏，令其幽禁自己府中，给朕好好思过。三皇子明明秽乱后宫，犯了死罪，
为何父皇只是将其禁于宫中，没有任何惩罚？他是皇上一手教导长大，感情应该比一般皇子亲厚。区区一个妃子而已，后宫佳丽3000，皇上怎么会因区区妃子而不要儿子？更何况，三皇子母妃萧贵妃娘家还执掌兵权，只可惜没有将他彻底贬为庶人。他心术不正，若起兵夺权，必然会引起朝野之乱。谢云栈已被幽禁，这时我外祖家应该会平安无事了。母妃，你快救救儿臣！逆子！本宫让你安安心心当王爷，不要出去惹事，你未不听。如今还干起了与妃子苟且之事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不是的，儿臣是想除掉魏晨璧，为母妃报仇。给我报仇？你心里那点打算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拉拢魏晨璧，就是为了想让他帮你坐上皇位吧？母妃从来未想过让儿臣登上皇位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要你好好辅佐太子，做好他的刀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是做刀，还是做狗？你说什么？母妃，从小您就让我事事以太子为先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不如太子。无论我有多努力，都得不到您一个赞赏的眼神。只要稍不如您意，就会被您鞭打。母妃，我真的是您的儿子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当然是我亲儿子。之爱子，为之谋深远。可你呢？你为我考虑过一点吗？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！哼！母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记得母亲应该就放在这里。找到了。7月初7，丑时3刻，三皇子诞，通体无瑕。同日寅时，太子降世，颈后赤霞印大如铜钱，状如展翅朱雀。我之爱子，为之谋深远。可你呢？我真的是您的儿子吗？莫非萧贵妃狸猫换太子？母亲的死也和他有关？太医院说，近日看娘娘心神不宁，特送了安神药给娘娘养神。太医院有心了。下去吧。别过来！娘娘，淮安公主求见。她来干什么？胡剑，
听闻贵妃娘娘夜不能寐，特送来良方。这就是公主说的良方。这位巫祝乃圣手仙姑，亦好过3州6郡的顽疾。本宫向来不信什么鬼神之说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。二位请回吧。无量天尊，娘娘印堂俱煞，您身上怕是有枉死的冤魂在作祟呀！娘娘既然不信，那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。妖孽，现形！放肆！你，娘娘，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个被剥了皮的女人。公主，请。道长，该如何化解？此乃天山雪蝉血，混着童子尿的驱邪至宝。娘娘，若想根治，须得连饮7日啊！若是不饮，娘娘7日内必有血光之灾。好，本宫喝。除了这个，没有别的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娘娘将枉死之人的姓名写到这张符纸上烧掉，不然这血光之灾将会转移到您亲近之人身上。沈昭慈，好久不见。小主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那是皇后的孩子。我知道，可萧家掌握兵权，引得皇上忌惮，他绝对不会封我的孩子为太子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所以你就把你的孩子和他的孩子调换，然后顺理成章的让他当上太子，继承皇位。对。这皇位谁坐不是坐？凭什么不能是我萧家？皇后的难产也是你。当时调换孩子的时候，他醒了过来，我没办法。你真的是疯了，昭慈！昭慈，你千万要帮我保守秘密。如果皇上知道这事，不仅我们母子，就连我们萧家都必死无疑啊！你我情同姐妹，你一定会帮我保守秘密的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情不行。我给过你机会了。沈昭慈，
你活着的时候阻止不了我，死了就更别想作祟。你是说，萧贵妃调换了皇子，三皇子才是太子，而太子是三皇子？没错，而且我母亲的死也和萧贵妃有关。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？这件事情牵扯了多方势力，就算你调查清楚了，父皇也未必会信。这一局，我要将所有人都拖下水。你来了。如今三皇子被幽禁，公主风头正盛，你也风光无限，找我来做什么？嘲讽我吗？妹妹怎么总是看不清楚自己的局势呢？你觉得你自己真能保护自己这条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陛下大限将至，也就这几天了，你觉得他的下场会是什么？作为帮凶的你，下场又会是如何？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你确定仙云寨会上钩吗？他一定会，毕竟他和魏兰英的性格一样，急功近利又贪生怕死，这是他唯一能翻盘的机会，他一定会赌。殿下，滚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惹得殿下厌烦的弃妇罢了。我乃户部尚书千金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宫女，你也敢打我？你如今不还死皮赖脸的回到殿下身边，我是出身卑贱，而你是为人下贱。都给本王滚！殿下，您真的要这样一直消沉下去吗？难道就要将这个皇位拱手相让了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又能如何？今早太医院传来消息，说是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他连父子亲情都不管，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今皇上子嗣单薄，六皇子还小，若是太子出事，陛下一去世，您觉得谁能继位？你是说，不行，太子身边高手众多，凭本王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杀他。光凭殿下肯定不行，但我听说北狄有一种奇毒。北狄？北狄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帮我？您忘了，上次您说动北狄求娶公主的时候，可是拿边境布防图做了交换。那个东西我已经给过他们了。可您手中不是还有京城布防图吗？不行，万一他们趁乱打过来，那本王不是成了亡国的罪人了？不行。但您继位，朝中军事大权都在您的手中，何惧他一个小小的敌国？这个是我做的沈家谋反、毒杀太子的证据。让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机会只有一次，
您是要永远的颓废在这儿，还是成为全天下的王？殿下，您自己选。三弟，怎么突然想起与姑一同饮酒？今日时常想起儿时旧事，那时候顽劣不堪，恶作剧掉进池塘，还多亏皇兄及时发现，将臣弟救起。云战，你呀，也该收收性子了，别总让父皇操心。皇兄，这杯酒算赔罪，也算谢恩。若当年皇兄没保护我，或许我也不会活得像今天这么煎熬。你这酒倒是烈。罢了罢了，来，今日醉一场。来，联合9年，东宫镇杀案发，太子七窍一洗，指尖还攥着半块北境沈氏特供的血生珠。帝闻讯大痛，当庭呕血，立命锦衣卫将沈氏满门下狱问罪。三皇子谢云战着解除幽禁，代行监国之权。这就是你的计谋，逼得谢云战杀了太子。这三皇子府的厨房手艺不错，连北境的都仿得这般像。你竟然连你外祖家都算计！谢朝华，你以为复仇是什么？描金绣花，还是吟诗作对？要掀翻这吃人的世道，先得把自己炼成最毒的刀。你太可怕了！我向来如此。恭喜殿下，魏臣婢身边再无任何倚仗。现在就差我们给他送上最后一份大礼了。母妃，若皇兄在天有灵，也不愿见您如此伤怀。你如今可是高兴了？太子死了，你就有机会了。母妃怎能如此想儿臣？我与皇兄是手足，他死了，我如何不难过？娘娘，你真正该怪的是那魏臣婢的外祖沈家。若非他们，太子怎么可能？又是魏臣婢。可是陛下只罚没了沈家，魏臣婢作为外孙女，并未受到牵连。太子皇权故了，总该有几个贴心人伺候。母妃慎言，先帝仁政早废人血。废话！你父皇踩着多少的尸骨登基？你现在在这装什么仁德？娘娘，若是那魏臣婢自愿去殉葬，岂不是正合我们的意？沈昭慈，本宫给过你女儿机会了。记住，人活一世，须如白玉无瑕，心不染尘埃。纵世间浊浪滔天，你也要做那盏不灭的灯。
娘，您说心不染尘，终会照亮长夜。可他们却以善为刀，剥了您的皮，剜了您的血，我便以血为墨，以恨为刃。哟，姐姐好雅兴啊，在这烧纸钱呢。给谁烧的纸呀？你那短命的娘啊！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传达圣旨的。魏氏臣婢感念太子之恩，自愿殉葬。自愿？接旨吧。我若不接呢？那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掰断，直到你接为止。好，我接。不过，我有一封关于三皇子的密信要交给你，你让他们出去。沈家不是还在你手里，我犯不着自寻死路。你们下去。是。说吧。魏兰英，你自己造的孽，迟早要还。魏晨璧，你给我下药！密信呢？密信，我已经给你了。你敢耍我？来人呐！你为什么要让魏兰英觉得你我吵架决裂？不让她觉得我众叛亲离，她又怎么会放心大胆的露出獠牙？那你怎能料定她会去找萧贵妃？如今谢云战监国理政，她想针对你，是轻而易举。陛下尚在，谢云战不敢明着动手，魏兰英必然会借萧贵妃这把刀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魏兰英，若不是她急着算计我，我又怎么会找到他们私通北狄的证据？那你外祖家呢？刺杀太子，事关重大，不可能不好好审，只能让他们吃些皮肉之苦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突然发现，所有的人都在你的算计之内。魏晨璧，那你有没有算计过我？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又不受宠，而你身负血海深仇，为何无故接近我？魏晨璧，你若想翻了这天，身边就必然要有帮手，你考虑好再回答。还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如今你倒学会反将我一军了。现在是你更需要我。殿下，只怕我说了，你当我在讲志怪话本。说。其实我是重生而来。前世魏兰英向新帝进谗，
逼我为先帝殉葬，我母亲死因成谜，外祖家无辜落难，死生重生，一为查清母亲真相，二为扭转命运。选你，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可以改变这世道的人。看吧，我就是说了你也我信。啊，这样荒唐的事，你也……惠神婢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每次说谎的时候，都会不自觉地拨弄头发。面对魏兰英、谢云战，都是如此，唯独对我，一次都没有。是吗？既然你把最大的秘密告诉我，那我必当信守承诺。说吧，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？只有私通北狄的证据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接近太子的尸体。那这密信要怎样才能进入这死穴？将尘沙和松脂泪混着写于桑皮之上，植入魏兰英后背之膜。等他活着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这份密信自会破蜡气息。魏晨璧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这朝堂之上尽是食人血肉的豺狼，若不比他们更疯，如何撕破这吃人的世道？罢了，既然你要疯，我便陪你疯到底。不过，先把东西还给我。现在我们才算是真正的盟友。好好干活，别偷懒。认真点儿。手里藏了什么？嬷嬷，莫不是您看错了？是吗？那让我瞧瞧。有蛇！胡闹！惊扰了太子的魂灵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干活！你说，蛇在哪里呀？嬷嬷，对不起，许是我把竹影看错了。再有下次，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！所有准备都做好了，就等明天进入地宫，接近太子尸体。你怎么了？我娘，她总说夜里眼睛疼，以后谁给她点眼药啊？你不是自愿殉葬的？自愿？谁愿死？若不来，
他们便当着我们的面打断我爹的腿。他们还说这是恩典，说我们八字贵重，能陪葬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你们没有报官吗？没用的，上次报官的秀儿，他们把他爹娘做成了长明灯油。算了，认命吧，苍天已死，哪会给我们这种平民百姓活路？下辈子咱投个好胎吧。在这里相遇也是缘分。你们叫什么呀？我叫小丫。我叫秋红。你呢？我叫陈碧。你的名字真好听。陈碧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我娘。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娘，你为什么根据这个取我的名字啊？因为娘希望你如沉入水底的玉璧，光浮在水面上，终有散尽之时；玉沉于暗处，光不灭，反而更灵验坚韧。什么意思啊？等你被磨出了棱角，自然就会懂了。我懂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们想活命吗？那明日进了地宫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姐姐，重活一世，感觉如何呀？可惜啊，最终还是要躺回棺材里。是啊，真可惜。把酒端上来。必须拖延时间，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招数。你不怕我再次重生？怕？就算重生多少次，你依旧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不会有第二种结局。你就这么确定？我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，不过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放心，不会太疼的，毕竟妹妹我心疼姐姐呢。慢着，华阳公主，贵妃娘娘特意嘱咐，殉葬者需神魂无损。若饮了这毒酒，没了魂魄，还怎么侍奉太子？怎么，兰英姑娘是想违逆贵妃娘娘的意思？好，很好。即使你们不喝下这毒酒，等断龙石一放，空气稀薄，你就等着被憋死。我们走。秋红，过来帮我一下。果然如此，你们帮我把这罐子里的黑色粉末全都倒出来。都愣着干什么？不想活命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准备战皇陵。对，
你的意思是说，要炸我家祖坟？准确来说，是炸你家祖坟的一部分。能不能不炸？不行。只是其他方法我都想过了，皇陵外层层把守，我根本近不了身。唯一的机会，就是在皇陵里找到太子是三皇子的证据。可这会不会闹得动静太大了？就是要动静大，只有动静大才能惊动皇上，他们才不会独善其身。那炸完之后呢？即使你将真相公布于众，炸皇陵也是死罪啊！那这就要靠你了。你们找个地方躲好，我带你们出去。陛下，魏臣必以火药炸开了太子陵寝正门，龙穴洞穿。魏臣弼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是你炸毁了皇陵？是。魏臣弼，你竟敢撕掉火药，炸毁龙脉，罪同弑君！来人，即刻绞杀！妈，皇陵突遭爆破，还未查明真相就要动刑，莫不是心中有鬼？本宫接到密报，皇陵中暗藏太子遇害证据。魏大人此举，或许正是为查明真相。淮安公主莫要信口雌黄，太子分明就是被沈家毒杀的。毒杀？陛下，臣女找到了三皇子勾结北狄、毒害太子的密信。你说什么？臣女贱命一条，可若所成证据是真，陛下敢将天下交于戕害兄长之人手里吗？证据在哪儿？证据有2份，第一份在那儿。好你个魏臣弼，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！禁军听令！你敢！本宫亲率禁军在此，你若有胆弑杀皇祖，便坐实了你弑君同谋之罪。本宫请诸位当着宗亲士族之面开棺验尸，查验血书。若魏大人所言不实，本宫以死谢罪。陛下，您莫要听这些贼人妄言啊！说，证据到底在哪儿？将陈沙和松之泪混着血于桑皮之上，植入魏兰英后背之母。等他活着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这份密信自会破蜡气息。3、2、1，看我干什么呀？好痛啊！魏臣弼，你到底施了什么妖法呀？陛下，请看他的后背。上！放开我！这一切都是魏臣弼施的妖法呀！陛下，放开我！不妨图于此时埋于朱雀桥柳下，请遣密使携冰火阵头相换。太子引至皇室，即本王皇袍加身时。死逆子！父皇，儿臣没有。
您不要看一面之词。陛下，这封密信是臣女守在边关的外祖家拼死劫来，上面还印有三皇子的私印，如何作假？若陛下不信，可将此密信从他皮下剖出，可验真伪。我们还抓到了北狄的奸细，可直接对证。父皇饶命！父皇饶命！儿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当初你杀太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饶他一命？父皇不能杀儿臣，六弟只有5岁，您杀了儿臣，谁来继承皇位？母妃，您为何？是你杀了他，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掐死。贵妃，你拿他！陛下，臣女还有一事要禀报。当年皇后和萧贵妃生产当日，萧贵妃以狸猫换太子。什么？臣女母亲沈昭慈是当时负责贵妃和皇后娘娘生产的医官，这份医案上清楚地记载着太子的脖梗处有个铜钱大小的胎记。在皇陵时，臣女查验过，里面的那位脖梗处并无任何胎记，谢云湛才是皇后之子。陛下，传太医！陛下，陛下！我的孩子才是太子，我的孩子才是太子。这一切值得吗？我外祖家平冤得反，势力比以往更盛。我母亲大仇得报，当然值得。只是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未完成。你说，三皇子和太子如今已死，朝中无适龄皇子，只剩下你了。你知道，我从未想过那个位置。不是你想，而是你必须。皇帝垂危，朝堂派系倾轧，北狄虎视眈眈。若皇帝驾崩，天下必大乱。谢韶华，你忍心看到天下苍生受苦吗？回臣婢，你真是算尽了天下人心。不，我只算准了你。元和11年冬，谢氏韶华即皇帝位，改元昭明，开女子临朝之先河。机关算尽，到底还是入了你的局。不想做棋子，就要做执棋人。如今臣这枚棋子是生是死，全在陛下掌中了。如今魏兰英呢？剥皮抽筋扔入乱葬岗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他穷尽一生都在证明，女子该比男子更狠，却不知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在闺阁之中。那你的敌人是？这句话应该臣问女皇才是。女皇的敌人是谁？今臣受百官朝拜时，发
发现那些曾经轻视女子的面孔，突然都变成了妇人模样，朕才惊觉，原来这世间并无男女之别，不过是强权在挑选顺手的刀。看来陛下也看出来了，那陛下想如何做？可我不想将它们变成刀，真希望那些被剥削、被践踏的人都可以站起来。权力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真正的帝王之道，是让那些被压迫的人觉醒，而非成为新的压迫者。所以朕希望天下为公。天下为公。陛下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愿望。那又如何？有你这般厉害的妻子在，朕有何惧？那臣愿陪陛下赌之一局。多年后，史书载昭明之治，女子可入室，寒门可登科，而女帝身侧始终立着一位无名谋士。